谁能想到，美国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封锁套路，最后栽在了咱们国内最不起眼的逮捕工具上？不是高精尖武器，也不是大额海外援助，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蹦子。在全球卷疯了的能源博弈里，古巴没靠任何高端资源，就凭着一套民间土办法，把中国三蹦子加光伏板的简单组合玩明白了，硬生生在严密的封锁网里给自己抠出了一条生路。这套操作没有科技噱头，不用大额投入，却精准破解了能源断供的死局，也让全世界看清了中国制造藏在烟火里的硬核实力。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你可能想象不到，过去3个月，古巴港口一滴石油都没进来，美国直接掐断委内瑞拉的供油通道，彻底断掉了古巴最核心的石油补给。燃油库存彻底清空后，整个国家的运转直接停摆，私家车全部趴窝，公交、货运大面积停运，全城100多辆垃圾清运车只剩40辆能正常干活，街头垃圾堆积如山，无人清理。比缺油更难熬的是缺电，当地电网极不稳定，日均停电时长高达20小时，冰箱、家电全部瘫痪，民众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整个城市基本陷入半停滞状态。油也缺，电也断，传统交通工具彻底歇菜。就在全民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国电动三蹦子意外成了古巴的救命神器。古巴人很聪明，没有死板照搬常规用法，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搞起了本土化改造。他们拆掉原车的简易遮雨棚，换上650瓦的定制光伏板，搭配储能电池，把一台普通的代步3轮车硬生生改成了可以自主发电、自主储电的移动供电设备。小编觉得这个改造思路真的太绝了。古巴地处热带，全年日照条件优越，日均光照时长能达到7至8小时，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可惜长期没有低成本设备转换光能，白白浪费了天然优势。改装后的三蹦子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白天露天晾晒5小时左右，就能把车载2-3度的电池充满，只有阴雨天需要少量接入电网补电。整套改装成本仅需几百美元，设备使用寿命却能达到5至8年，性价比拉得很足，普通老百姓都能负担得起，完全适配古巴的经济现状。看着简陋的民间小改造，交出的能源成绩单却格外亮眼。靠着中国光伏板和储能设备的加持，古巴在今年2月创下单日9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记录，全国太阳能发电的占比从2025年初的 5.8% 稳步上涨至2026年初的 20%。谁也没想到，盘活全国清洁能源体系的不是大型电站工程，而是街头一台台改装三蹦子，每一台车都是一个小型移动发电站，成千上万台同步运转，凑成了规模化的分布式供电网络，极大缓解了全国性的能源危机。除了能源自救，三蹦子在古巴彻底普及，还赢在了极致适配当地路况。古巴的道路条件一言难尽，老城区街巷狭窄拥挤，普通轿车通行都要反复倒车调整，乡村路面坑洼泥泞，大型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当地在售的燃油车动辄数万美元，价格高昂还不实用。反观中国电用三蹦子，优势直接拉满，转向半径小，窄巷小路畅通无阻，离地间隙充足，不惧崎岖路面，还能承载数百斤货物，载人拉货，通勤样样能干，适配性吊打当地所有车型。除此之外，古巴民众还解锁了超多实用玩法，给三蹦子货箱加装板凳和遮阳棚，一台简易的民间迷你公交就改造完成了，单次可坐6人，随走随停，不用等固定班次，4-5台就能替代一条常规公交线路，完美补上了公共交通瘫痪的空缺。最关键的是价格优势，中国原装电动3轮车进口成本仅数千美元，就算叠加光伏改装费用，总价也只是当地燃油车的零头，后期几乎没有维护成本，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属实是刚需好物。嗅觉灵敏的本地商人也顺势入局，大批量进口中国三蹦子，让这套光伏改装模式快速覆盖到了古巴全国。客观来说，单靠三蹦子没法彻底解决古巴电网瘫痪、物资短缺的核心难题，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代步和发电。
美国靠着石油霸权封锁古巴几十年，死死拿捏对方的能源命脉，结果却被一块普通光伏板、一台平价三蹦子打破了僵局。毫不夸张地说，一台小小的代步车在异国绝境里撑起了一个国家的民生运转。很多人都好奇，这些火爆海外、救多国于困境的三蹦子到底出自哪里？这么说吧，市面上你能看见的三蹦子几乎全部来自四川绥宁的工厂。其实最近三蹦子海外走红，完全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惊喜。2023年末，一位美国博主代购了一台绥宁产的电动三轮车，车上自带的倒车请注意中文提示音，搭配朴实的车身造型，形成了独特的反差感，在海外社交平台迅速出圈，收获了超高热度。生产这款车的四川凯西蜀语公司起初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024年初看到媒体报道和客户转发的视频，才发现自家的普通产品意外火遍海外全网。抓住这波流量机遇，企业主动联系博主寄送样车测试，再次收获海量关注，彻底打开了海外市场。一时间，全球各地的咨询订单蜂拥而至，企业单日最多能接到200多个海外咨询电话。不少客户没实地考察工厂，就直接敲定合作，支付定金。数据最能说明热度。2026年，该企业海外订单已突破4万台，是2025年全年出口总量的8倍，远超年初2万台的预期目标，订单实现翻倍增长。不同于传统车企有什么卖什么的模式，这家企业主打精准定制，贴合不同国家的差异化需求。北美市场多用于农场作业，客户会要求加装液压自卸装置、拖车钩、探照灯和蓝牙音响，侧重载重与实用性。它的售价仅为外资皮卡的1/10，却能承载2吨货物，在当地市场优势十分明显。东南亚市场需求又不一样，当地雨季漫长，空气湿度大，客户会要求车身做防腐蚀处理，加装全封闭车棚，同时偏爱新鲜的车身配色。而土耳其等光照充足的国家更看重新能源适配性，会要求预留光伏板安装位，搭配碟刹、铝轮等升级配置。为满足海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持续打磨研发，甚至为适配土耳其16寸前轮的特殊规格，耗时1个多月调整车身结构，优化底盘设计。目前，企业已研发出60余款车型，100多种配置，适配全球不同地区的路况、气候和使用习惯。而为了支撑海外市场拓展，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5年研发投入接近1000万元，在同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目前手握20余项专利，还有30余项专利正在申报中。就连经典的倒车请注意提示音也完成了国际化适配，翻译成了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6种语言，适配多国使用场景。今年4月第139届广交会上，企业仅9平方米的小展位就拿下了亮眼成绩，5天签下海量订单。东南亚客户当场敲定5年合作，每年固定采购1.8万台，现场直接支付定金。火爆场面十分直观，订单暴涨导致产能供不应求，企业迅速启动扩产计划。占地60亩的2期新工厂将于2026年6月正式投产，年产能将从原本的5万台提升至20万台，全力承接全球订单。绥宁安居区作为西南地区大型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汇聚了5家整车制造企业，年产量超70万台，规模稳居西南第1，全国第3，搭建起了从研发、零部件、配套、整车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小编猜测，这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集群是绥宁三蹦子持续领跑海外市场的核心地气。成都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2个月，四川电动摩托车出口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幅超200%。一季度四川新三样出口额达94.2亿元，同比增长61.5%，是全省增速最快的外贸领域。亮眼数据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政策的精准扶持。四川推出川行天下市场拓展政策，覆盖全球47个国家地区的200场重点展会，为企业出海指明方向。同时，落地外贸金融9条、天府外贸贷等扶持举措，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1至2个百分点，为中小制造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从国内乡村代步工具到风靡全球的刚需好物，绥宁三蹦子的逆袭正是中国制造从基础代工到高端定制，从国内内卷到全球出圈的最好证明。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